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新店慈济医院的夜晚总是带着一种不自然的寂静。凌晨3点，医院的走廊像是一条幽深的隧道，长长的日光灯时而闪烁，时而发出微弱的电流声，冷气机低沉的嗡嗡作响，将空气冻得仿佛凝固。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夜班的疲惫，弥漫在每一个角落，让人无端的心生寒意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林义军走在护士站和病房之间，手中握着巡房记录本，鞋底轻轻踩在光滑的地板上，发出细微的回音。他是这栋楼唯一的护士，负责巡视几个长期住院的病患。他早已习惯夜班的孤寂，但今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？太安静了，就算是夜晚，医院总有微弱的声响，病人翻身的悉索，输液滴落的节奏，监护有耳的风鸣，甚至远处医生的脚步声。但今晚所有的声音仿佛都被吞噬了，连空气都变得沉重。他停下脚步，望向走廊尽头的病房，心脏不自觉地加快了几拍。他看到了一个身影，那个身影站在昏黄的灯光下，穿着和他一模一样的白色护士服，肩膀微微下垂，像是在低头看着手中的病历本。但有一个地方极其不对劲，他的头不见了。林义军的呼吸停滞了，他强迫自己眨了眨眼，努力让视线聚焦，但那身影仍然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仿佛夜色中的幽灵。冷汗从他的后颈渗出，他的指尖轻微颤抖，试图说服自己那只是视觉误差，也许是光影的错觉，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护士。他低着头，只是被灯光遮住了脸，可他的直觉在疯狂地警告他不对劲，快走。理智与恐惧在他的脑中激烈交战，他想迈步后退，但双腿却僵硬得像被灌了铅。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个身影，生怕他会突然抬起头，或者做出什么更可怕的事情。咔嗒，走廊尽头的感应灯突然熄灭了，黑暗瞬间吞噬了一切，那个身影也消失了。林义军猛然倒抽一口气，心跳重重撞击着胸腔，他的手指死死攥着记录本，指甲几乎要嵌进封面里。他不敢动，不敢喘息，甚至不敢确认那个身影是否还站在黑暗之中，只是看不见而已。过了几秒，感应灯又恢复了光亮，走廊尽头空无一人，仿佛刚刚的一切只是幻觉。但他知道那不是幻觉，他的直觉尖叫着告诉他，他真的看到了他。林义军站在原地，心跳如鼓，刚才看到的一切像是一道残影，刻在他的视网膜上，挥之不去。他努力控制自己的呼吸，告诉自己这可能只是疲劳导致的错觉。可是他知道那个影像太真实了。他咽了口唾沫，强迫自己继续巡房，但走在走廊上，他总觉得有一股若有似无的目光藏在某个黑暗的角落，默默地注视着他。回到护士站，他用力捏了捏自己的手心，让指甲陷入掌心的疼痛来提醒自己冷静。他环顾四周，整个护士站空荡荡的，连呼吸声都显得格外清晰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打开值班记录，试图让自己专注于工作。你相信那个传闻吗？突然，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，吓得他猛地一抖。他转过身，看到李慧珍，另一名资深护士，手里捧着热腾腾的咖啡，正靠在护士站柜台上看着他。什么传闻？林义军故作镇定，试图掩饰自己刚刚的惊吓。李慧珍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，别装了，你刚才的表情已经出卖你了。他放下咖啡，压低声音，无头护士的传闻，你不会没听过吧？这个名字让林义军后背瞬间发凉。他当然听说过新店慈济医院流传已久的恐怖故事，关于一个在医院值班时离奇死亡的护士。据说他的死因至今成谜，但最诡异的是，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头不见了。那只是个都市传说吧？林义军故作轻松，手指却不由自主地收紧，指节有些泛白。李慧珍看着他，眼神有些复杂。你是这么觉得吗？他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凑近了一些，声音压得更低。你知道我们医院东侧的那间值班室吧？就是已经废弃的那间。林义军的心猛地一沉。当然知道，
那间值班室很早之前就被封锁了，理由是设备老旧，不适合使用，但很多人都听说过。真正的原因是，每个夜班值班的护士都曾在那里遇到过他，有人看到过他。李慧珍继续说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压抑的恐惧。有人说，在夜班巡视时，会看到一个护士站在走廊里，手里拿着病历本，低着头，但当你试图看清他的脸时，他顿了一下，缓缓吐出最后几个字，他根本没有头。林义君的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，他努力让自己不去联想到刚才看到的影像，但理智告诉他，他刚刚看到的和传闻中的无头护士一模一样，这只是传闻。他努力找回理性，但语气已经没有自信。李慧珍轻轻笑了笑，眼神中透着某种意味深长的情绪。我以前也这么觉得，直到我亲眼看见。空气瞬间变得沉重。你见过？林义君的声音有些发干。那是2年前的夜班。李慧珍低声说道，目光开始飘向虚空，仿佛回忆的画面正重新浮现脑海。那天凌晨，我像你一样巡房，然后在走廊尽头，我看到他了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眼神闪烁，像是在权衡该不该继续说下去。当时我以为只是同事，毕竟护士制服都一样。我叫了他的名字，可他没有反应。他轻轻抿了抿唇，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像是在看病历，但病历本的页面没有翻动。然后呢？林义君的喉咙干涩的厉害，李慧珍的手指微微颤抖，她闭上眼，像是在回避某个深植脑海的噩梦。我绕到他面前，他根本没有头。一股彻骨的寒意瞬间爬上林义君的后背，他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你在骗我吧？他强笑，试图用理智去否定这件事。李慧珍没有笑，她缓缓抬起头，直视林义君的眼睛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不在值夜班？空气死一般的沉寂。此刻，走廊尽头的感应灯又开始闪烁，一明一暗，仿佛某种东西正在悄然逼近。林义君的心跳快得像是要冲破胸腔，他勉强维持着镇定，但手心已经渗出了一层薄汗。他不想相信李慧珍的故事，可是刚才在走廊尽头看到的那个他，却真实的让人无法忽视。你自己小心。李慧珍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气有些复杂。如果你真的看到了，千万别跟他对视。为什么？林义君不自觉地问。没有人知道，李慧珍缓缓地说，像是在警告他什么。但那些试图看清他脸的人，后来都发生了不好的事。这句话像是寒冷的手指，缓缓爬上他的脊椎，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他咽了口唾沫，决定不再继续这个话题。他需要冷静，需要摆脱这股无形的恐惧。他低头看了一眼值班记录，接下来的巡房路线包括4楼的加护病房，而通往4楼的最近路线就是搭电梯。医院的夜班电梯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，它不像白天那样繁忙，更多时候只是孤零零地停在某个楼层，等待着夜班医护按下按钮，然后慢吞吞地打开门，发出一阵沉闷的嗡鸣声。林义君走到电梯前，按下按钮，指示灯亮起，楼层数字缓慢地变化着。滴一声，门缓缓打开，电梯里空无一人。他松了口气，走进去，按下4楼的按钮。门合上的瞬间，整个世界仿佛变得更加密闭，只有电梯上方的白炽灯发出微微的嗡鸣声。他站在角落，目光不自觉地落在电梯门的金属反光面上，反光的门面映照出他的身影，还有他的心跳猛然漏了一拍。他看到自己身旁站着另一个人，那个影子就在他的右侧，穿着和他一模一样的护士服，双手垂在身侧，微微低着头。但奇怪的是，他根本没感觉到有人站在那里。汗毛瞬间竖起，他的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样，呼吸变得急促。他想告诉自己那只是光影的问题，可是那道身影和他一样高，与他的站姿完美重叠，唯一的区别是那个人的头部空荡荡的，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，指甲几乎嵌进掌心。别看，千万别看。他用尽全力控制自己不去转头，可是大脑却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，让他忍不住想去确认，想去看清电梯继续向上。
4楼即将到达，倒影中的他开始缓缓地抬起头。林义军的心脏几乎要炸裂，他死死盯着反光的门板，看着那个模糊的倒影，一点一点地露出原本应该是脸的位置。一片漆黑的空洞，叮，电梯门猛然打开，林义军的本能驱使他冲了出去，几乎是跌撞着踏进4楼的走廊，重重地靠在墙上，大口喘着气，手指仍然因恐惧而微微颤抖。电梯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，里面空无一人。他死死地盯着那扇门，直到指示灯的数字开始下降，他才终于确信他已经离开了那个空间，但他的身体仍然在颤抖。刚才他的余光看到了一件极其诡异的事，电梯门关闭的瞬间，那道倒影并没有随之消失，而是仍然站在他刚才的位置，面对着电梯门，仿佛在看着他。他终于明白李慧珍为什么会劝他别对视了，但他已经晚了。他看到了林义军的手心仍然冒着冷汗，他努力调整呼吸，让自己镇定下来。4楼的加护病房走廊幽深而安静，只有仪器运作的轻微嗡鸣和偶尔病人翻身的声音。他强迫自己忽略刚才在电梯里发生的事，继续履行职责。他告诉自己，这只是疲劳过度带来的幻觉。医院的光影总是容易制造视觉误差，尤其是夜班，长时间的紧绷会让人出现错觉。但他无法忽视心底的那股寒意。他走到护士站，看了一眼病房记录表，今晚需要重点巡视的是412号病房，一位老年病患，长期卧床，需要定期检查点滴。412号病房，不知为何，这个数字让他莫名有些不安。他吸了口气，推开病房的门，房间里只有一盏床头灯亮着，昏黄的光线将病床上的老人映照出一层微微的影子。他闭着眼，呼吸微弱，心电监护仪的绿色曲线缓缓起伏，滴滴声规律而平静，一切正常。他走到点滴架旁，检查输液速度，准备在记录本上做笔记。整个过程安静的只有他的呼吸声。病房里弥漫着药水的味道，让他有种莫名的压迫感。小姐，小姐，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他猛地僵住。他猛地抬头，看向病床上的老人，他的眼睛仍然闭着，呼吸依旧规律，身体一动不动，仿佛根本没有醒来。但刚才明明有人在叫他的名字。林义军的指尖顿时发冷，他迅速环顾四周，病房里除了病人和他自己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的后背不知何时已经渗出冷汗，脚步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。小姐，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他清楚地听见，那声音不是从病床上传来的，而是从他的耳边。他猛然回头，身后空无一人，可他分明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他耳畔低语。他的呼吸瞬间急促，双手死死抓紧病历本，心跳像是要冲破胸口。他想开口，但喉咙干涩的发不出声音，仿佛被无形的恐惧扼住。救我！那个声音近在咫尺，沙哑而绝望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哀求。他的胃部一阵抽搐，脚步踉跄着往后退去，碰倒了点滴架，玻璃瓶掉落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病房的灯光随即闪烁了一下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短暂地干扰了电流。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出了病房，背后的心电监护仪依旧发出一声声滴滴声，但他再也不敢回头。冲出病房后，他狠狠地吸了几口气，手掌压在墙上，试图平复心跳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隐约听见病房里传来微弱的笑声，那笑声低低的，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诡异和阴冷。他的胃狠狠的一阵痉挛，几乎要吐出来。他不知道那笑声来自哪里，也不想知道，他只知道他已经被他盯上了。林义军再也无法忽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。他本想将这几天的经历归结为疲劳、心理压力，甚至是错觉，但理智告诉他，那些低语、倒影、消失的身影都是真实发生的。他感觉自己像是被某种未知的东西盯上了，而他正在一步步逼近。他需要答案。一、深入调查。第二天下班后，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，而是留在了医院里，偷偷溜进了监视器控制室。医院的监视器系统会记录过去7天的影像，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东西，
他一定能在里面找到证据。你在找什么？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。林怡君猛然回头，看到一名年长的保全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些许疑惑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掩饰自己的紧张。我只是想确认一些值班记录。保全皱了皱眉，但最终没有多问，挥了挥手，别乱碰东西。5分钟后有交接班了。他点了点头，等对方离开后，迅速开始翻阅东侧走廊和412号病房外的监视影像。诡异的影像。他拖动着鼠标，一帧一帧地回放监控录像。一开始一切都很正常，走廊空荡荡的，偶尔有护士经过，病房门口没有任何异常。但当时间跳到昨晚凌晨2点45分时，屏幕上的影像突然让他的血液瞬间凝固。监视器里出现了一个护士，那道身影穿着医院的白色制服，站在走廊尽头，双手垂在身侧，头微微低着，像是在盯着地面。他的头皮一阵发麻。他加快回放速度，看着他一动不动地站了10分钟，随后缓缓地转身，走向手术室的方向。不对，手术室，那栋楼的手术室，半夜根本不会有人。他连忙切换到手术室内部的监控画面，画面里，那名护士走进了手术室，动作机械而迟缓。他站在一张手术台前，缓缓地伸出手，像是在翻阅什么东西。但最可怕的是他的头依旧不见了。林怡君的胃猛地一缩，呼吸变得急促。他强迫自己继续看下去，试图找到更多的线索。然后他看到了一幕让他崩溃的画面。手术室的感应灯忽然闪烁，画面变得雪花点点。接着那道无头护士的身影猛地抬起头，即使他根本没有头，监视器的画面却诡异地出现了一道模糊的脸，仿佛是某种无法解析的影像残影。那道脸模糊扭曲，五官不清晰，但林怡君却感觉到了他在看着自己。下一秒，屏幕上的画面瞬间黑掉。砰！监视室的门突然被猛力敲了一下，震得他整个人都跳了起来。值班结束了，外面传来保全的声音：“快出来！”他仓皇地退出影像，拔掉 U 盘，将所有东西恢复原样，然后猛地推开门，冲了出去。走廊里依旧是冰冷的消毒水味道。保全站在门口，看着他皱眉：“你没事吧？脸色这么差。”他勉强扯了个微笑，低声道：“可能有点累。”但他的心里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。他看到了，他知道那不是幻觉，而他也知道他在看他。林怡君的胃里像是灌满了冰水，从监视器里看到的画面仍然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。那无头护士的诡异影像，那张模糊扭曲的脸，最重要的是，那张脸似乎在看着他。他发现他了，他不能再继续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他必须找到答案，必须知道这个他到底是谁，必须弄清楚为什么他徘徊在这里。追溯过去的记录，他没有回家，而是径直走向医院的档案室。他知道这里保存着医院所有的旧病历、值班记录和医护人员的档案。如果那位护士曾在这里工作，他的名字一定还留在档案里。档案室的空气带着一股淡淡的霉味，昏暗的灯光照在厚厚的文件夹上，映出一片惨白的光。他翻找着几十年前的员工记录，终于在一张泛黄的资料里，他找到了那个名字：徐雅文，一名曾在医院工作的护士。死亡日期记录在10年前，死因写着意外身亡。意外。林怡君心头猛地一跳，他继续翻找，发现这位徐雅文的死亡并非单纯的意外，他的尸体是在医院东侧废弃值班室内被发现的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的头不见了。他的呼吸猛然停滞，手指颤抖地沿着档案上的字迹划过。他的头颅至今没有找到。这一瞬间，所有的线索在他脑海中拼凑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。那个出现在走廊、出现在电梯、出现在监控画面里的无头护士，正是徐雅文的冤魂。他不是普通的幽魂，他在寻找自己的头颅。但更诡异的是，为什么医院会对这件事保持沉默？他隐隐觉得这场意外背后藏着更深的秘密。目击者的证言。林怡君知道，如果有人能告诉他真相，那一定是曾在医院工作最久的医生或者护士。
他查到了当年徐雅文的直属主管，一位已经退休的老护士陈秀兰。他立刻拨通电话，雅文。对方的声音透着一丝惊恐，你为什么突然问他？陈护士，我想知道他当年的死因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了一声压低的叹息，孩子，听我的，别查下去了。可他还在这里。林义军低声说道，我看到了他。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。半晌，陈秀兰低低地说，如果你真的看到了他，那就说明他还不甘心。林义军的后背泛起一阵恶寒，雅文的死不是意外。陈秀兰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愤怒，他是被害的。被害。林义军的指尖猛地一颤，他发现了一件不该知道的事。陈秀兰缓缓地说道，那年医院里有个医疗事故，一个病人手术失败，但医院高层却要求医生隐瞒死因，甚至篡改病历。雅文无意间发现了这件事，原本想向上级举报，但第二天他就死了。林义军的心脏狠狠一缩，医院对外宣称他是意外身亡。陈秀兰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但真正见过他尸体的人都知道，他的头被人处理了。那他的头呢？林义军的声音微微发抖。没人知道。陈秀兰低声道，医院把这件事压了下来，所有的证据都被销毁了，只有我们这些老护士记得什么。电话那头的声音透着一丝恐惧，每到夜班，雅文都会回到医院，他在找自己的头。砰！突然，办公室的门猛地砰的一声关上，吓得林义军差点丢掉手机。他猛地回头，办公室里空荡荡的，可是他清楚地听见了，走廊里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他猛然捂住嘴巴，屏住呼吸。那脚步声缓缓的朝他的方向走来，然后停在了门口。外面的灯光闪烁了一下，门缝下透进了一片影子，一个穿着护士鞋的影子。他的血液几乎冻结，整个人绷紧到极点。然后他听见了一声低沉而扭曲的低语，还给我的头。林义军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猛地拉开门，冲出了办公室。他拼了命地奔跑，脚步在冰冷的地板上回响着，心跳剧烈地撞击着胸腔。他不敢回头，他知道那个东西正在身后追着他。他冲进了走廊尽头的电梯，疯狂地按着关门键。电梯门缓缓合上，在缝隙彻底闭合的最后一秒，他瞥见那道熟悉的护士身影，站在走廊尽头，直直地看着他。他的脖子以上仍然空荡荡的。电梯轰然下坠，林义军跌坐在地，浑身颤抖，耳朵里回荡着他的声音，我的头。他的意识逐渐模糊，眼前变得一片漆黑。2天后，医院爆出新闻，10年前一起隐瞒医疗事故的案件被重新调查，医院高层多人辞职，有匿名人士举报，当年一名护士曾因试图揭发事件而被灭口，他的尸体被人故意处理，头颅至今未寻回。新闻播出的同时，医院里一个病房的角落，一张泛黄的护士证悄然落在地上，照片上的女人嘴角微微扬起，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。而护士站的监视器里，412号病房门口，一个穿着护士服的女人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，但这一次她的脸终于清晰可见。